世界篮坛的奇迹。南苏丹男篮1分惜败美国男篮，梦之队险些翻车。贫瘠的土地孕育出坚韧的品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怎么把美国男篮逼入绝境的？10几个全明星，最后还得靠老詹。球场之外，胖杰还在。大家好，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灌篮的胖杰。7月21日，一场引人瞩目的国际男篮热身赛在拉斯维加斯打响。对阵双方是星光熠熠的美国梦之队和实力不容小觑的南苏丹队。这场比赛跌宕起伏，高潮迭起，最终美国队凭借着詹姆斯在最后时刻的准确杀上篮，以101-100的比分险胜对手，惊险拿下胜利。这场比赛的结果也引发了球迷们对于美国队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上成功卫冕的热议。比赛伊始，梦之队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他们在场上显得有些被动。反观南苏丹队，则展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打得积极主动，配合默契。反客为主，率先掌控了比赛的节奏。首节比赛结束，南苏丹队以26-24领先美国队，给了梦之队当头一棒。进入第二节，南苏丹队延续了首节比赛的火热手感，他们在进攻端打得行云流水，多点开花。沙约克和琼斯两位球员更是联手掀起了一波进攻高潮，将分差进一步扩大。反观美国队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进攻端效率低下，防守端也漏洞百出。半场战罢，美国队以44-58落后南苏丹队14分，这也让现场的美国球迷感到无比震惊和失望。一边再战，美国队如梦方醒，他们在第三节比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韧性，单节打出了37-18的攻击波，一举将比分反超。南苏丹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抵抗，他们在第4节比赛中顽强地将比分追平，并在最后时刻一度反超了比分。关键时刻，超级巨星詹姆斯挺身而出，他利用个人能力突破上篮，打进反超比分的一球。最终，美国男篮以101-100险胜南苏丹男篮。数据方面，詹姆斯25分6篮板6助攻4失误，库里10分3篮板2助攻，恩比德14分7篮板3助攻3失误，浓眉15分11篮板2助攻2盖帽，爱德华兹11分，霍勒迪8分4篮板3助攻。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赢得并不轻松，他们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落后状态。如果不是最后时刻詹姆斯的挺身而出，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这场热身赛中爆冷输球。这场比赛也暴露出了美国队在阵容磨合、战术执行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也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上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反观南苏丹队，虽然他们在本场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和拼搏精神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作为一支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球队，南苏丹队在本场比赛中敢打敢拼，向世界展示了非洲篮球的崛起。这可以说是热身赛至今美国男篮面临的最大挑战了。此一杜兰特继续缺席，但这肯定不能作为美国队陷入苦战的原因。要知道南苏丹只有2个 NBA 球员，还都是边角料。纵观全场比赛来看，美国男篮主要暴露出了4个问题。首先是明显轻敌，以为南苏丹是个软柿子，随随便便打打就赢了。在首节中，美国男篮缺乏专注度，进攻随意，失误频繁。科尔也是奇葩，当比分被拉开时居然不喊暂停，这是有多自信？美国男篮球员个人能力确实强，落后再多也能追回来，但倘若面对的是法国男篮，美国男篮将凶多吉少。其次还是科尔的问题，南苏丹别看球员没有名气，不过几乎个个人高马大。反观科尔，首发摆出了霍勒迪加、库里加布克的3后卫阵容，再加上詹姆斯和恩比德，美国队后卫线防守被彻底打爆了，是一个都防不住。面对库里，南苏丹的沙约克怎么投怎么进，科尔还不赶紧换人调整。在执教勇士时，科尔就喜欢用小个阵容，没想到执教美国男篮仍不做改变。其实国际赛场上拥有强力内线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后卫防不住，中锋恩比德别看进攻效率高，实则防守端表现一塌糊涂，大帝不去镇守内线，也不去抢篮板，总是飘在外面跟库里争球权。恩比德将美国男篮当成了76人来打，坦白来讲，这几场热身赛浓眉哥的发挥要好太多了。他是美国男篮护框能力最好的球员，更应该去打首发才对。也不知道科尔为何如此信任恩比德。第3个问题，美国男篮外线严重失准，28投仅7中，库里上一场爆发，今天手感又全无。整个热身赛至今，库里只打了1场好球，给我们的感觉似乎不适应国际赛场。除了库里外，布克作为首发一直在梦游，替补席中的塔图姆、阿德巴约怀特和哈利伯顿也没啥贡献。最后的问题，美国男篮失误较多，全队高达12次，因为基本都是个人单打，配合缺乏默契，所以传球容易出现失误。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该让美国男篮清醒了，想拿金牌没那么容易。比赛结束后，詹姆斯接受了采访，谈到一度大比分落后时，詹姆斯说道：“相比于那些打爆的比赛，我更喜欢这种类型，至少我们得到了考验，我喜欢被考验。”这番话很好理解。詹姆斯认为落后2位数对于美国男篮而言是好事，至少能让他们清醒一下，每场比赛都需要全力以赴才行，最后才是重点。
谈到热身赛保持全胜时，詹姆斯表示：“我们的特点是防守，如果我们打不出我们的特点，我们可能就会输球。我们必须整场比赛都压倒对手。我认为这是一场很棒的比赛，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想继续变得更好，不浪费机会。”詹姆斯心里很清楚，想夺冠就得打出强硬的防守。过去乔丹的梦之队、北京奥运会上的猛巴队，美国男篮当时都是靠防守拿到了金牌。另外，詹姆斯还表示，必须从开局就全力以赴，不给对手任何机会。这番话算是在提醒队友。詹姆斯认为美国男篮的实力还有提升空间，毕竟杜兰特一直都没打。最后，詹姆斯还谈到了奥运会目标，他表示自己和队友们来到这里的唯一目标便是夺冠，他们不会接受其他的结果。看得出来，詹姆斯信心十足。而把众星云集的美国队逼到这个份上的南苏丹男篮，在这之前却只是全球篮坛的一个无名小卒。南苏丹原是英埃共管苏丹的一部分，1956年后成为苏丹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一次苏丹内战后，苏丹南方于1972年至1983年得到自治。第二次苏丹内战后，成立苏丹南方自治政府。2011年，南苏丹独立公投通过，南苏丹共和国遂于2011年7月9日临时宣告独立，成为非洲大陆第54个国家。南苏丹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道路、水电、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严重缺失，商品基本依靠进口，价格高昂。国际社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南苏丹提供了大量援助。我们国家没有任何室内篮球场，你知道的，我们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们是一群难民，一年中聚在一起几周来到这里，尽我们所能与一些最优秀的球员对战，这甚至大于篮球这项运动。在南苏丹对阵美国男篮结束的赛后采访中，前湖人球员加布里埃尔这样说道：“2011年才刚刚建国，连年的战乱需要维和部队驻扎，一群难民一年中才聚在一起几周，甚至连室内篮球场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支南苏丹男篮，却险些以1分之差掀翻美国男篮，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尽管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在训练环境如此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篮球的力量。”加布里埃尔还说道：“我们向世人证明，我们有能力竞争非洲篮球的下一代崛起，只是时间问题。那里还有无数的孩子和我们没有区别，他们有着很好的身体条件，只是没能像我们一样获得机会。他们可能要靠放牛和打鱼为生。而在条件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南苏丹靠着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到世界顶级男篮的行列，这都归功于前 NBA 球员罗尔邓。在2016年休赛期，湖人与罗尔邓签下了一份4年7200万美元的合同。2018年9月，湖人用延伸条款裁掉了罗尔邓，还先行支付了他18到19赛季的1435万美元的工资。罗尔邓在2019年10月退役，每年仍从湖人稳定收入500万美元，一直领到2021到22赛季结束。在2019年，罗尔邓接受南苏丹篮球队组建工作，先是邀请当时的篮网助教、现火箭助教罗伊·艾维担任主教练，随后邀请了加布里埃尔、卡利克琼斯等球员加盟。南苏丹在不断的克服一切艰难，不断的磨合后，最终历史首次杀入奥运会。在管理南苏丹篮协时，罗尔邓实际上是自掏腰包，他还正在为南苏丹建造第一个室内球馆，而他的目标是10个。一个全国都没有一个室内篮球场的国家，他们的队伍和世界篮坛霸主美国队纠缠到最后8秒，才以1分之差憾负。这是加拿大、法国、塞尔维亚一众豪强都没能做到的。这支非洲的球队已经创造了奇迹。胖杰相信，未来他们会让全世界记住南苏丹这个名字。翻开比赛的数据统计，你会发现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远超想象，双方得分、篮板、助攻等数据都异常接近，这充分说明了比赛的焦灼与双方的实力均衡。而正是这些数据，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这场比赛的惊心动魄。这场比赛对美国男篮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多么强大的队伍，都不能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所在。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而对于我们普通球迷来说，这场比赛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懂得了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回顾这场美国男篮与南苏丹的较量，我们不禁感叹，篮球这项充满激情与热血的运动，总是能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感动。无论是詹姆斯的绝杀，还是南苏丹的顽强抵抗，都将成为我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而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也再次证明了篮球运动的不可预测性和无限可能性。让我们期待未来，期待更多这样精彩纷呈的比赛吧。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